我带着老婆来到奢侈珠宝店买婚戒，看中一款价值100万的独家定制款，没成想贪婪的店员为了业绩，竟伙同经理准备把已售出的独家款再次售卖给我们，还旁敲侧击地问我们是否认识之前的买主。在确定我们没有交集后，当即敲定这就是独家款式，却没想到出门后地产老总邀请我吃饭，而在饭局上竟然再次看到了那家珠宝店所谓的独家款式。得知珠宝店的操作后，我们直接驾车前往找麻烦。谁那么不长眼，停车都不会停啊！店员气得连忙走出来，结果一看到是刘三千和刘太太，他连忙换上一副笑脸。刘先生、刘太太，中午好啊！好个屁！把你们店长喊来！店员一怔，看出了这夫妻俩的心情很不好。不等他想明白什么事，就看到又有几辆顶级豪车开过来停在门口，把店子前后左右挡死死的。店员心里一紧，连忙去把经理喊来。经理匆匆赶来，心里咯噔一下，忙陪笑道：“哎呦，这是哪阵风把您2位贵客给吹来了？”见人来了，刘太太也不跟他废话：“你们可真能耐，连我都敢骗，是不是想钱想疯了？一点底线都没有，你们也配在这家店工作？”他没有说什么脏话，却比脏话还让几人难堪。经理连忙陪着笑道：“刘太太，我不太明白，我们是哪里没做好吗？惹得您发这么大火？来，先进去坐下喝杯茶消消气。”消你娘的气！你们连脑子都不长，连我老婆都敢骗，1年几百万的销售额都喂狗了。经理和店员都听得脸黑，却还是只能陪笑。刘先生，我是真的不太明白。此时叶枫带着唐仲威走了进来。你是真不明白，还是装糊涂？自己心里应该清楚。看到他们俩，经理顿时愣住，也明白了过来，后心唰的一下就冒出了冷汗。可店员不是说叶枫和刘三千压根没交集吗？怎么这才刚离店，转脸就一块来找麻烦了呀？叶先生您好，我们订的那套首饰，你们说是独一无二的限量款，现在我和刘太太都下定了，你说说应该怎么办？没错，说是限量款，结果谁想要都能定，摆明了欺诈。反正今天不给个交代，你们就别想再卖出去任何东西了。与此同时，葛清泉和姚洪卓等人也走了过来。葛清泉沉声道：“叶先生和刘先生都是我葛清泉的好朋友，你们敢店大欺客，怕是不想做生意了。”见来人是荣城最近如日中天的地产老总葛清泉，经理浑身的冷汗更多了，手脚都觉得有点发凉。叶先生、刘先生，几位先去贵宾区，我们坐下来谈好吗？无论什么样的要求，我们都会尽可能提供的。刘三千冷笑一声道：“尽可能提供，这意思是，如果我们的要求有点过分了，你们就不考虑是吧？那还有什么好谈的？该退钱退钱，该投诉投诉，跟你扯什么犊子？我看得把这事在我们朋友圈推广一下才行。”经理一听就更慌了，以葛清泉等人的人脉，荣城的有钱人能有几个不知道的？真要被他宣传出去，别说找工作了，想继续在荣城混下去都难。经理有些焦急又有些慌张的道：“什么要求都可以提，不是尽可能，是一定满足。我知道这件事是我们工作上的失误，也能理解各位的心情，所以只要失误理解，你们先把东西卖给了刘太太，然后告诉我这是独一无二的孤品，这不叫失误，而是欺骗。至于理解，我想我们不太需要你理解什么。”经理已经慌得不行，好话说尽，可叶枫就是要投诉他。唐仲威心软，悄悄拉了拉叶枫：“算了吧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，只要他们愿意退钱，反正我们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损失，就这样算了吧。”其实叶枫也不是真想把对方怎么样，只是觉得为了赚钱去骗人，实在有点过分了。我气的是，倘若在婚礼上告诉所有人这东西是独一无二的，结果被人发现并不是，那才叫丢人呐。不过既然你不想在这件事情上纠缠太多，我也就懒得再去搞。这时这家店的店长才姗姗来迟，把几人都邀请到了贵宾室，还拿出了几份早就准备好的保密协议。其实这只是一场误会，我们店铺也很愿意解除这场误会，但是考虑到品牌的负面影响，还请几位先签署这份保密协议。只要你们能保证不会把今天的事情告诉其他人，剩下的事情就好办了。叶枫和刘三千看着这份保密协议，脸色都沉了下来，因为店长要求保密的人不仅仅是他们俩，还包括了葛清泉等人，而且他的语气虽然不是特别高昂，却充满着强势感，这让刘三千和叶枫很是不爽。是你们欺骗客人在先，凭什么要求我们保密？可是你们不保密，我们怎么退钱呢？你的意思是我们不签协议就不退钱？您可以这样理解，我们消除了负面影响的存在可能，那么返还你们的金钱也就是理所应当的了。刘三千一脸怒意的道：“什么叫理所应当？你们本来就该退钱，什么叫消除了负面影响的可能才算理所应当？”店长淡淡的笑着道：“可能之前他们没有和几位讲清楚我们的品牌经营流程，凡是定制款一旦收了定金是不会再返还的，因为定制款的特殊性，出售后没有办法再卖给别人，因此不退不换。你们如果不信，可以在官网的销售协议上查看一下，上面有详细的条款。所以给2位退钱是考虑到刘先生属于我们店里的大客户，但是如果不能把负面影响的存在可能消除，我很难和上面交代。”这话说的连葛清泉都听得沉不住气了。你们还真是牛逼啊！明明你们做错了事，却搞得好像我们受了恩惠一样。这样说来，我们是不是还得谢谢你愿意给机会退钱？店长笑而不语，然而沉默已经代表了很多意思。刘三千气的都要当场先捉走。葛清泉按住他道：“没关系，区100-200万，损失得起，不退也行。我们会把今天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告诉所有认识的人，我相信他们的损失会远远超过我们。”葛总，我知道您在荣城有很强的人脉关系，但您对我们的品牌影响力可能还不是很了解。毕竟我们的 VIP 客户遍及全世界，每年的营销额甚至超过很多国家的 GDP。如果您对今天这件事进行宣传，也许一时半会会有很多人顾及您的面子，但这能维持多久呢？1年、2年？我觉得可能连半年，不，连1个季度都无法维持。你们怎么可以这么厚脸皮啊？我说的只是事实。
实，国人的记忆力一向很差，就算再大的事情，过不了几天就会被其他事情转移注意力。再者说了，无论多大的损失，都不是我个人的，而是品牌的。您对我的威胁毫无意义，而且最有可能的结果是收到律师函或者对簿公堂。那就对，怕你们了，是你们骗人。很抱歉，我并不认同您所说的欺骗这个词。首先，我们的定制款说是限量，但并没有说一定只卖给一个人。如果你们说当时有人讲了这话，那也只是其个人行为，不代表公司的意思。欺骗只是针对那一个人，我们品牌可没有骗人。这些东西可以卖给一个人，也可以卖给无数人，最终解释权在我们。刘三千都被气得说不出话了，能把自己的错说得这么冠冕堂皇，他真是开了眼界。最重要的是，店长一副有恃无恐的样子，搞得好像他们没有错，错的是自己来故意找茬一样。此时葛清泉沉声道：“我就不信事情闹大了，你这个店长还能干得下去。”店长微微一笑道：“我在竞争大区总监的路上栽了一跤，短时间内已经没有晋升的可能了，所以就算你们把事情搞大，也只是在我的履历表上增添一个黑点罢了，影响不了太多。总部不会因为这点事情就对我做出太过严重的惩罚，因为我的能力摆在这，他们需要我。”葛清泉也被气得不轻。按你这话说，我们就被你吃定了。店长虽然没有说话，但他的表情已经算得上默认了。就在刘三千气得要起身走人的时候，叶枫忽然开口道：“你是不是觉得这个牌子很牛？”店长微微挺起胸膛，带着骄傲的神情道：“当然很牛，不说国内，就算放眼全世界，也没有几个牌子可以和我们相提并论。”叶枫淡笑着道：“这就是你骄傲的理由吗？但在我看来，这个牌子并不牛，只不过创立的时间早一点罢了。随着国货的崛起，总有一天，这些牌子会沦为地摊货，无人问津。”